再次来到珠海，去年就是在这儿过的冬，印象很好，所以决定今年继续在这里旅居过冬。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个公寓。去年租公寓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所以这次有的放矢。在网上我们事先找了几家，到珠海的第二天就开始看房。这家楼很新，才1年多，管理很严，快递都不能上楼，家具设施也都很新，感觉不错。面积小了一点，只有40平方，马桶呢还是智能的，价格每月5000人民币，再加上其他费用，比方说物业费啊、水电啊、上网，估计全下来要5500啊。居然还有一个按摩椅，玩累了按摩一下还是很爽的。考虑了一下，这个楼有3点不足：面积小，快递不方便，当然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贵，所以考虑再三，放弃。这是另一家，位置不错，下边购物啊、吃饭都很方便，但是它的房型比较特殊。多数都是那种复式的吧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经常要爬上爬下，还是不是很方便。这是我们看的第3套房子，这是一套正儿八经的1室1厅的住宅单元，面积75平方米，基本上符合我们的多数要求，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套房子。厨房很大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，最主要的，它的客厅有2个朝南的大窗户，阳光充沛。房间的楼层很高，从窗户望出去风景不错，可以看日出日落，下面还有水池，晚上还有音乐喷泉的表演哦。餐桌也很实用，还有电视，而且房主还贴心的提供了电视宽带、无线上网的网络。这套房子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储物柜很多，可以存放大量的生活用品，对我们旅居者来说这是很方便的。这是卧室，卧室面积很大，1.8米乘2米的大床，也配有电脑桌，大窗户，还有一个大衣柜，可以放2个人的衣物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就是衣架没几个，我们马上开始网购各种生活用品，锅碗瓢盆。在珠海又开始过日子了，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哪个也少不了。美团真是快，半个小时送到了，看看啊！哦呦，哦呦，齐了！买了菜买了肉，可以上菜了，哈哈！当了，中国的快递小金桔啊！好家伙，这个卷煎饼的大葱来了，2大碗，2小碗。这套餐具也非常不错，细白瓷的，用起来很顺手，而且价格非常便宜。开始入住以后，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先开始大扫除，先是把沙发套、靠垫用洗衣机全部洗一遍。然后就是买了各种消毒湿巾、纸巾，以及厨房用纸、厕所用纸，等等等等。对了，还买了这个电饭锅，涮火锅、熬粥，超级好用。2瓶酱油，好家伙，包装的精美啊！红酒。刚才说了，这个位置很方便，楼下就是珠海最大的购物商城，下去逛一逛。出了门就是商场。这个购物中心大牌林立，很多国际知名品牌都在这开店，
星巴克、香奈儿，餐厅就更多了，每一层都有。我们就住楼上，想解馋随时可以下楼。在2楼还有一个大型的超市，生活超市，蔬菜、水果、柴米油盐，哈哈，太方便了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这儿已经开始为圣诞装饰起来了。室外是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有一个喷泉，音乐喷泉，晚上一定非常漂亮。涮火锅，哈哈哈哈，海底捞的料，各种蘑菇、菠菜、猪颈肉，还俩鸭腿、鹅腿，哈哈哈哈。哇！一会儿得冲个凉，冰棍儿，这哪冬天的，夏天一样，太热了。楼下小卖部，一共就16根冰棍儿，全让我拿来了。好在便宜，1块钱一根儿，哈哈哈哈。非常高，所以视野非常好，随时可以向窗外看美景啊，包括傍晚的日落。另外，晚上呢还可以拍这种岩石，立交桥就在楼下。温哥华下雨，多伦多下雪，这天儿，哈，走着，同志们，哇，有一小火坑，那边背心完了，还有人穿短袖呢，女孩子穿裙子，波司登女如此。哦，回头看一眼也挺漂亮。珠海的过冬旅居生活正式开始。